Hello， 大家好，我是 BB。在吸引力法则的语言里面我们常常提到丰盛，到底什么是丰盛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几种不同的丰盛形式，大家多认识这些丰盛形式之后，就可以更容易的吸引到很多的财富到我们的身边哦。前面5种丰盛形式是巴夏介绍的，最后我也会再追加1种我自己的感觉哦，所以总共有6种哦。第一种丰盛的形式就是钱啦，钱是大家最熟悉的丰盛形式了，也是大家最想要得到的丰盛形式了。钱很棒，钱很好，我也很喜欢钱。你如果不爱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吸引钱的，必须要爱钱 OK。 但是大家在专注于显化钱的时候，常常会漏掉其他几种丰盛形式，导致呢能流向你的金钱就会变得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其实是其他后面几种丰盛形式，钱这边还是要讲一下。你要想想看其实在自然界中是没有钱这个东西的。你看那些动物们，有哪一个动物会随身带着钱？没有，他们没有钱这个概念。钱这个东西是人造的，而且其实是有一点不自然的东西。你可以仔细想，钱的价值并不是在于它真正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它能够交换些什么东西。可是钱本身它的成本是很低的，它就是一张纸其实那些硬币铜板本身的成本还比这些纸钞高嘞，因为它们是真正的金属，而这边就只是纸而已。在历史这么长久以来，纸钞硬币也被换过很多次了，所以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它可能有一天就没有价值了。还有巴夏有讲像纸钞或者是股市这种东西，它的价格完全就不是它真正的价格，它的价格是在于人们的情绪反应。当人们很恐惧的时候，股市就会下跌嘛。这个对巴夏他们来讲是很不自然的，因为大自然中真正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你的情绪高或低就改变它的价值。那在一个不自然的世界中，我们要怎么生存呢？我们还是得生存嘛，对不对？既然游戏规则就这样制定了，我们就先配合一下。我也推荐大家可以领出一些现金放在家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张一张数钞票，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小时候有个铺满，我都存很多钱在里面。小时候都是硬币可是我有事没事就会拿出来10个叠成一叠，然后开始数多少钱。现在也是很喜欢拿出这些钱来看一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这样子闻一下钱的味道好，有点变态。第2种丰盛的形式就是交换。其实在钱还没有被发明之前任何东西都是用交换的。例如说我家如果是种苹果，你家是种香蕉的话，我就会用1颗苹果换你2个香蕉之类的。除了物品以外，也可以交换技能例如说语言交换我教你中文，你教我英文，或者是我帮你打扫，你帮我洗衣服之类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交换的。交换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丰盛形式哦。第3种丰盛形式就是礼物啦。不管你是送东西给别人还是收到礼物，礼物本身就是一种丰盛的形式。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很想要送东西给别人，我们会发自内心的想要对一个人好嘛，我们也要接受别人送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都是拒绝掉别人的好意的话，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你好像很有距离感，你反而会伤了他们的心。其实蛮多时候显化来的东西都是别人送的，但是它就是一种丰盛的形式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你可以练习接受别人的好意，接受别人的礼物。说到送礼物你知道在吸引力法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Giving is receiving 吗？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我真的觉得越来越明显了。前阵子有个朋友从新加坡来台湾旅游，顺便来找我玩。我跟他见面之前我就想说我们要去台北嘛，那我们应该会坐捷运嘛，他可能没有悠游卡吧，那我买1张给他好了。我在心里就已经计划好我要送他1张悠游卡了，而且我想了2天就是我要送他1张悠游卡这样子。见面的当天就发现他已经有悠游卡了，那我就不用送他了嘛。后来我带他去101参观，我们就爬到最上面去看风景。就在我看风景的时候，他就偷偷跑去买小礼物给我，他就买了一个101的纪念品，然后就是1张悠游卡他就送我那张悠游卡我就真的意识到说 Giving is receiving。 我在心中送他1张悠游卡，虽然没有送成，可是那个心意最后还是回到我身边有一次我在高铁站的时候，就看到有个女生在吐，她在厕所里面一直吐，她又在讲电话，而且听起来是很醉的。
我心想说已经很晚了，已经快11点了，所以我就去买一瓶水来给他，虽然我不认识他，然后就放在那边，希望他赶快去喝水这样子。就过了2个礼拜，我坐游览车要出去玩，然后我们就一路开到台南啊，还是高雄那边，开很远，最后受不了，我就在车上吐了，我晕车，天啊，超丢脸的。然后旁边的人就赶快给我一瓶水，然后我心里又想到，我前2个礼拜不是才给别人一瓶水吗？然后现在别人给我一瓶水，我真的给出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且这种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准哦。再来这种丰盛形式就是共识性 synchronicity。在显化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共识性。有时候你刚好想要什么人，他就打电话来了，或是你刚好需要什么东西，结果就有人刚好不要送给你。随着地球的频率越来越高啊，共识性会发生越来越多哦。共识性也会让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或在你需要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就会出现了。所以你基本上是不需要烦恼任何事情的，这也是每一个人最自然的状态。大家可以开始记录每天遇到的一些共识性，你就会发现宇宙真的是很巧妙，共识性会发生越来越多，你显化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爱因斯坦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上帝不甩骰子，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随机发生的，所以没有巧合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把巧合从你的字典里面删掉了，换成共识性比较好听一点。第5种丰盛形式就是想象力和灵感。你想要创造什么东西，一开始都会在心中先想象好，有一个蓝图才会创造出来。任何的高楼大厦也都是从草稿开始的。想象力跟灵感可以带给你的丰盛是超出你想象的。我们一定要练习听自己的灵感。举例来说 ，J.K. 罗琳他写的《哈利波特》那一整套书，就是从他灵感来的啊。他那时候失业，又是个单亲妈妈，他还要照顾一个小孩。他每天坐在咖啡厅里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脑中那个故事写下来。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利波特在他脑中里面活灵活现，他可以看得到整个故事的架构，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不写下来手会很痒，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灵感就是这样子，它来到了之后，你就一定要实行它，不然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我们要练习去听我们的灵感，听我们的直觉在讲什么。因为很多人啊，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已经跟他的灵感慢慢分开了。可能以前有灵感，但是他没有去听，就把它推开，那灵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而且你会越来越感觉不到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你会跟真正的自己脱节。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都可以拿来练习，例如说你中午要吃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吧。你不用问你同事要吃什么，你不用问你男朋友要吃什么，你不用问你老公，我可能要问你老公啦。可是很多东西你可以自己决定。还有啊，人生大事，请你一定要自己决定。不管是换工作啊、转职啊、结婚啊、分手啊，要不要交这个男朋友啊，还是怎么样的，请你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大事，不要再问别人的意见了。如果你自己都决定不了，别人又怎么知道？要怎么帮你决定呢？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在过啊，也不是别人在帮你过啊。说真的，别人也没有很 care 你在干什么。曾经有一个人啊，在这本书里面我有介绍过，他那时候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可是他那时候找不到工作，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快要没钱了。他的灵感跟直觉就告诉他要回家乡。虽然说家乡是一个小城市，可能赚钱机会也没有大城市这么多，可是他的直觉就是这样告诉他，所以他就决定用他剩下的那一点钱去买一张车票回到家乡。结果回到老家之后，他的亲戚吧，还是一个远亲，就有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要给他，他就在那边赚了很多钱。如果他没有听自己的直觉，继续留在大城市的话，说不定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呢。第6种丰盛的形式，这个是我自己追加的，因为我最近有深深的感觉到，人也是一种丰盛形式哦。不管是朋友、朋友的朋友、家人啊，还是亲戚啊，你认识的人都是你的丰盛形式的一种哦。当你接触到的人越多，其实宇宙会有更多的管道可以送给你需要的东西。前阵子啊，我们家族有个聚会，是跟比较远的亲戚那边的聚会，那些亲戚有很多我都从来没有见过，有些是根本不认识。那聚会里面大概有60-70个人哦，很多。到现场之后，虽然说不太知道要聊什么，就是看别人在聊天，我就突然想到说，如果今天我是卖东西的话，我可能就马上发名片了，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客人啊，这样就多了60个机会耶。我只是突然觉得说，哇，这些人他好像也是丰盛的来源耶，所以参加这个聚会好像还不错哦。
那巴夏有提到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你想要得到的那些财富或丰盛，它会用各种不同形式一起送给你。如果你今天想要显化100万，你不一定会直接得到100万的钱，你可能会得到的是几十万的钱，加上一个升官加薪的机会，加上一个新的创业的点子，加上抽奖抽中了一些钱，有可能是这些全部的机会加起来刚好是100万。但是如果你只 focus 在你得到那几十万的钱的话，你可能就会忽略其他几种财富的形式了。所以今天介绍的各种财富形式，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哦。我还有介绍过一些小方法，可以提升金钱的频率，让你更容易吸引到金钱哦。在这一支影片可以去看看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